生姜立大功，科学家在姜中发现青春因子，2天清除50%老化细胞。生姜这种食物既能当调料用于食物去腥，同时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。中医数千年的传承，无数作品都表达了对生姜的赞美。本经说它能去臭气通神明，食疗本草说它能除壮热治转经，日用本草说它能治伤寒治头痛，而网络上也流传出生姜能抵抗衰老的说法。相比起生姜能治病的中医理论，这种说法相当令人震惊。抵抗衰老往小了说延年益寿，往大了说便是逆天航道直面基因法则。哪个科学家敢这么吹？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一番查证，发现这事儿竟然真实存在。生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能延年益寿，甚至对健康还有意外之喜。究竟怎么回事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。1. 对抗衰老，行之有效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？按照生物学理论，人的新陈代谢是细胞不断更新换代的过程。既然细胞能更新换代，为什么人会有年轻与年老之分？难道人老之后细胞就不能再更新了吗？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普通人，也一直困扰着生物方面的专家。目前学界存在多种人类衰老理论，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端粒损耗理论。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，人体 DNA 两端存在端粒保护，每一次细胞分裂端粒会逐步缩减，一旦端粒被耗尽，细胞便无法复制，生命也会随之终结，这个过程就是人衰老的过程。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可端粒说，于是有人创造出了同样知名的体细胞突变理论、线粒体理论、蛋白质改变理论以及废料积累理论。每种理论都能对人体衰老进行自圆其说。关于生姜能对抗衰老的说法，其实便来自科学家对废料堆积理论的研究。在该理论当中，人们认为一些顽固老化细胞会分泌有害物质 SASP， 该物质如同丧尸病毒，会拖累周围健康细胞，促进慢性炎症的同时，诱导正常细胞衰老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延年益寿的前提便是要清除顽固老化细胞。对此，学界做了很多尝试，过去往往采用蟹皮素加达沙替尼两组合。不过该组合虽然能够清除顽固老化细胞，但同时会杀死很多新生细胞，虽然漂亮却美中不足。那么有没有一种既能够清除老化细胞，又能放过新生细胞的完美办法呢？全球科学家为此做了无数探索，直到2022年3月，美国国家老年研究所的一篇论文才彻底解开了这个谜题。该研究团队从生姜当中提取了一种名为姜烯酮 A 的物质，并用该物质同传统组合蟹皮素加达沙替尼进行同步效果测试。随后惊讶地发现，相比起后者，姜烯酮 A 拥有着更高的脑细胞清除效率，只需2天时间就能清除至少一半的老化细胞，且新细胞并未被杀死，副作用极低。此外，姜烯酮 A 还被发现拥有抑制 SASP 毒素扩散的能力。综合来看，按照废料堆积理论，姜烯酮 A 确实拥有抗衰老的功效。如果加以细致研究，成品面世造福普罗大众，相信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2. 宝藏生姜，神通广大。除了对抗衰老的能力之外，在查阅论文的过程中，还发现生姜具有对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能力。从某种程度上讲，此能力若发挥得当，也能帮助人类治愈疾病，同时延年益寿。所谓自身免疫性疾病，指的是人体免疫系统对自身成分产生了免疫应答的疾病。正常来说，人体免疫系统是一道对抗外界病毒细胞入侵的屏障，拥有一整套精准处理流程，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之上，将外来入侵者消灭。然而，人体免疫系统存在 bug， 容易敌我不分，对人类自己的细胞造成打击，导致人类进入疾病状态。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危害相当严重，除了诸如系统性红斑狼疮之类对外貌产生的危害之外，由于体内任何器官，包括心肝、脾肺肾甚至脑子都会成为攻击的对象，所以从炎症到关节畸形，再到呼吸困难、积液水肿，甚至到死亡都是危害后果之一。为了对抗这种由人类 bug 产生的疾病，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研究，并于2021年将研究结果刊登在了 JCI Insight 当中。研究人员发现，是中性粒细胞包外杀菌网络参与并促进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。
按照这个思路，理论上只需要找到一种物质抑制是中性粒细胞生成，即可大大降低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生的概率。于是研究人员分别测试了6浆油醇、8浆油醇和10浆油醇这3种物质，发现前2种浆油醇能通过对脂多糖和佛波质等物质的抑制，进而抑制是中性粒细胞的激活释放。这一段听起来应该比较复杂，用人话来讲，就是生姜当中提取出的2种物质6浆油醇和8浆油醇对人体免疫性疾病有预防作用。那么这2种物质能不能治疗该疾病呢？研究人员随后便用小老鼠测试了治疗功效，结果发现经过6浆油醇处理之后，小老鼠内血浆 NET 水平和总 IgG 在内的关键抗体均显著降低。小老鼠的实验充分说明，生姜提取物6碱浆油醇可以减少小老鼠患免疫性疾病的概率。小老鼠能用，理论上人类也能用，只不过要想将生姜提取物使用到人类身上，还需要更多的人体研究，目前只能说前景是光明的。结合生姜提取物江烯酮 A 以及6浆油酮来看，生姜既能直接降低老化细胞数量，从而对抗衰老，又能降低人类患自身免疫系统缺陷疾病的概率，延长生命，说它能延年益寿似乎也并无道理。那么既然生姜好处颇多，是不是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多吃姜，狂吃姜，以此来延年益寿呢？答案其实是否。3. 美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生姜虽然已经被证明拥有青春因子，但却并不等同于吃生姜可以延年益寿。一方面，生姜提取物能延年益寿，不代表生姜能延年益寿。有一种北方人特别喜欢的食物叫做大蒜，大蒜和生姜一样具有去腥的作用，同时也一直流传着大蒜能治病甚至能抗癌的说法。这些说法并非完全都是谣言。就比如今年1月19日，美国佛罗里达农工大学就在营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。该研究团队通过分析大蒜提取物大蒜素转化得到的2烯丙基3硫化物的癌变阻断能力，最终认定这种由大蒜素转化出来的物质能够减少 DNA 损伤，同时增加 DNA 修复能力，有预防癌症的功效。大家都知道，癌症的发生主要在于细胞分裂过程中 DNA 抄写出错，有的是因为抄写过程出错，也有的是因为 DNA 模板本身出现了错误。如果能修正并改善 DNA 模板的错误，那么至少能降低1半癌变几率。很多人由于这篇论文坚定了吃大蒜的想法，殊不知这种想法荒谬的可怕。大蒜素和大蒜素转化得到的2丙烯基3硫化物分明是2种不同的物质。学过化学的都知道，有的物质只需要分子结构做细微改变，其化学性质千差万别。所以绝对不能将大蒜素和2丙烯基3硫化物做同等看待。而且大蒜素也仅仅是大蒜当中的一种提取物，1000克大蒜仅只能提取 0.001 公斤大蒜素。且不说大蒜素能不能在人体之内转化成2丙烯基3硫化物，就算这种转化能够存在，那得吃多少大蒜才能够达到抗癌效果？或许抗癌效果还没出现，人就得被吃进医院了吧？同样的道理，生姜提取物和生姜完全是两回事儿。生姜提取物有用，并不意味着生姜有用，且就算有用，也要吃海量的生姜才能达到实验室同等效果，对健康反而不利。另一方面，生姜也是存在毒性的。早在2015年4月，人民网便转载了一篇来源于中国青年网的文章，该文章明确指出，美国食品药监局有研究表明，生姜当中含有黄樟素。把黄樟素加入小鼠饲料会诱导小鼠患上肝癌。如果人类过量食用生姜，也容易增大患肝癌的风险。除了现代医学认为生姜具有毒性以外，中医也认为生姜多吃不妙，特别是对于3种体质的人。第一种体质乃阴虚体质，阴虚者手脚发热，手心出汗，水糊半身，口易舌干，生姜性格辛温。阴虚之人吃姜会加重阴虚症状。第二种体质乃内热体质，内热者肺热燥咳，口腔恶臭，痛疮溃烂，不宜食用生姜，若非要使用，必服佐5寒凉药中和生姜热性。第三种体质者乃肝火旺盛者，肝火旺盛之人容易肝部发炎，想要消除炎症，只能通过降低燥热的方式。平时可以多喝些山楂、菊花茶，万万不可吃生姜。
生姜会引发严重的肝火旺。生姜就如陈年美酒，好酒虽美，但却不能贪杯，否则延年益寿没达到，反倒把自己吃进了医院，故此诗比倒还不美。结语：总的来说，生姜确实有抗衰老的延年益寿功效，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人们对语言不刨根问底的基础之上。其实具有延年益寿功效的只是生姜提取物，和生姜的概念要注意区分，千万不要因为提取物有效就觉得多吃生姜有效。